大家好，我是米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体能日记。就因为最近大家都是因为疫情，然后就只能待在家。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体能训练，然后可以让你在家里可以保持你自己的身材，然后保持你的一些肌力。等到疫情结束之后，回到球场马上就可以打球。那今天我们的难度比较低一点，适合各个年龄层、各个强度的人，不管是男生女生，都可以利用这个菜单来在家里做运动。那我们今天练习项目主要分成3大样，主要是上肢，然后下肢跟核心。那他们3个动作各有3个小动作，我这边会跟大家一起做3趟。那大家可以看自己的能力，就是也许你可以做2趟就好。那如果说你 OK 的话，觉得很轻松，你可以做到第4趟。所以就是看个人能力，然后去做调整。那再来是说我第1趟的时候节奏会比较慢，因为我要跟大家去讲解一下这些动作。然后这些动作做完之后，我们到第2趟、第3趟，我就会做一个完整的示范动作。这样，那大家就可以利用下面的时间轴，然后去选择说，你要听讲解吗？还是直接到后面做完整的动作？那就是在疫情期间，就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出去嘛，那就大部分人都没有一些重训的器材，那我们就是可以从家里面挖出一些像是像我这边就可以挖出一些书，然后当我们等一下要做的一些肌力的重量。然后我们可以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些准备，但我这边就是准备给我自己，我的那个需求比较大，所以我会需要一点重量，然后来让我的体能变得比较累一点，然后强度也提高一点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些，就是假设你看有这种系列的书啊，像这边是《冰与火之歌》这种系列的书，他们的书的重量厚度都比较像，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去分配。好，那装好之后就会长这样，就是2袋有重量的袋子，然后你看里面就是单纯就只有书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当做我们的重训器材，然后不是每个动作都会用到，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放在旁边当准备这样。那你在做的过程中会觉得重量太重，或者是甚至你不太能拿重量的话，这也没关系，你可以直接就都不要拿重量，你就徒手做也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伏地挺身。那伏地挺身的时候，记得我们的掌根放在我们的肩膀正下方，然后我们在做弯的时候，手肘在做弯的时候，记得是肘窝朝前，就朝我们头的方向，然后弯的时候是弯45度角。所以你看这边我们大概是让腋窝夹角大约45度。然后就不要收太里面，然后也不要打太开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做预备的动作。这动作叫平板式，掌根要放在肩膀正下方，然后稍微开一点。我们的脚尽量并拢，所以不要打太开。那如果说这个重量太重，就是负荷太大的话，大家可以就是跪下来。然后记得有个重点是，不管你在做跪着的时候，或者是不跪着的时候，你的腹背肌不要塌腰，就是你的腹背肌要收紧。这边不要塌下去，然后变成圆背，这边要挺直，然后夹紧你的臀部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这个俯卧撑。然后一样手走向刚刚说的，往45度角走，然后下去之后看斜前方，然后上来，然后第2下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上肢的第2个动作就是负重的侧抬手。那侧抬手我们等一下的动作会是双脚并拢，然后假设有拿东西的话，我们就从让手垂直，然后垂直于地面的状态，然后举到一个平行的状态。在做的过程中，就是这边斜方肌脖子这边不要出力，不要去把它揪起来。我们要尽量让这边放松，维持在这样子的高度，所以肩膀不要耸肩，维持在这个高度之后，这样举起来。好，所以如果说你觉得 OK 的话，你就可以拿重量，然后像我这样子一起做。然后记得在做的过程中，腹肌不要飞起来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施不了什么力，然后结果我们的肚子就开始像这样抬起来，然后这就是错误的示范。所以我们要尽量让肚子就是收着，所以腹肌要出力哦，不能是放松垮下去的，腹背肌都出力，然后我们这样开始做，来，1、2，在做的过程中不要太快，就是做这个动作不能太快，因为太快其实没有办法帮助到我们的稳定。那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是在练习一些我们上肢肩部的稳定。5、6、
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下一个动作是二头弯举，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，就是我们平常会做的这个。那这边有时候我们带子可能会太长，所以就看自己把它去调整一下高度。然后我们在做的过程中，就是记得我们的身体就是不要前后晃动。我们在做的时候不要就是因为太重，然后这边这样子，所以我们要尽量维持我们的身体是平的，然后一样跟刚刚一样腹背出力，然后肩膀不要耸肩，然后让它维持这样子。我们在做弯举的时候长这样。那如果说你觉得太重的话，就不用负重。或者是可以再换一个什么用水壶啊，用水瓶，然后用你的保特瓶，然后来做这个重量，就像那样关起来，然后放到最低。所以我们在放到最低的时候，就是放到身体两侧，然后弯的时候就尽量弯到接近肩膀这样。所以我们来开始做10下，1、2，在做的过程中，就是身体都不要晃动，3。然后尽量维持好你的身体，然后配合你的呼吸。4、5，那一样跟刚刚一样，就是不要暴力的去做它。6，我们都尽量让这个身体，我们都尽量让这个做的过程都是慢慢的上去，然后稳定的下来。8、9、10。OK， 好，上肢的部分就是这3样。好，那刚刚的上肢做完到一个段落嘛，我们接下来换下肢。那下肢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最有名的深蹲。那深蹲其实大家很容易会蹲不下去，因为重心摆错位置。那我们在深蹲的过程中，尽量让我们的重心维持在这个纵轴上。那我们一样可以负重，一样可以不要负重。我先做一个没有负重的版本。我们在做深蹲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一样，身体朝着前方，双脚微开，就是与肩同弯之后再开一点点，会比较好做。稍微脚尖是朝前，双手伸到前面，然后往下蹲，尽量让我们的身体重心在中间，然后屁股是往后坐的，所以不要让它整个这样子蹲到前面来，这样就不是深蹲，这样是然后再蹲大便。我们屁股是从中间，然后开始往下，然后往后面走，然后这样才可以蹲得下去。然后我们这样在练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练到我们的大腿肌力。对，我们在身体在做的过程中，不管是上肢、下肢，等一下在做核心的时候也是腹背要收紧，要有一个背是打直的状态，然后下去走。那我们就开始一起来做10下。那我们把重量放在虎口这里，我们前面做一个很像拜拜的动作。这个动作叫做高脚杯，就是我们这个高脚杯的动作是比较容易让这个重量是在身体的前侧，然后而且是比较稳定的动作。OK， 那我们就一起来做10下的深蹲。一样就是不管你是朝哪个方向，你都要记得你的身体的平衡，然后就是朝着前方，然后身体不要晃动，屁股不要歪掉，然后很正的这样子做下去。然后有了重量之后，其实你可能会比较好做，就是会稳定一点。像我的屁股比较重，所以我很容易往后倒。那如果说有重量之后，其实我会变得做起来更轻松。那尽量我们在做的过程就是可以维持到尽量让蹲的时候蹲到90度以下，不要在那90度就停下来，因为那样还不够，那样只是一个比较像就是4/3蹲。然后我们尽量可以做到全蹲。如果说有些专项运动，其实我们就可以去蹲到半蹲的地方。6，然后一样就是速度慢，然后稳定。7，然后一边做肌耐力，然后一边做肌力。8，背一样都打直哦。9，OK， 好，我们的下一个动作是侧胯部蹬腿。那我们需要一个大一点点的空间，因为我们会做到一个侧胯部，那就是一个侧弓箭步的动作。我们在这样蹲下去之后，
我们会需要再把这边外侧这只脚再蹬回来，这就是我们一个完整的动作。我们在做的过程中，就是身体要稳定，然后我们要很稳的、很明确、很精确的这样直接跨出去，脚这边缓冲踩稳，脚记得要好好的落地，不要这么大力。我们要做一个就是稳定的，尽量越小声越好。然后在这个刹车的过程中，其实也是练到你的爆发力。然后我们再这样子这边踢回来，回到原本的位置，然后这样就是一下。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侧跨步的时候，我们距离怎么抓？我们抓的方法是，我们在身体再出去的时候，脚在踩出去的时候，尽量维持这个大腿、这个膝盖在我们身体的外侧，就是不要说跨出去之后在这里，然后我的身体还比它外面，所以我们要尽量跨到身体的外侧，这样子才叫侧步蹲。然后我们在跨的过程中，就是在跨出去的过程中，我们的脚跟尽量在同一条水平上，所以我们在跨的时候，不要说假设我面对你。然后我就跨出去之后，下一步然后跨到斜前方，或是跨到斜后方，这样是不好的。这样是我们就会让我们的髋，这就是髋会歪掉，歪掉之后你就不知道练到哪里了。所以我们尽量维持在同一条水平上，然后做跨步，然后小声哦，尽量小声。如果说你楼下还有邻居的话，他们会告诉你你太大声了。OK， 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中，就是屁股要往下坐，要往后坐，所以屁股不要往前，因为往前这样我们就变得很不稳，我们甚至很难踢回来，重量都在膝盖上，那你可能久而久之，你的膝盖就爆掉了。你要预防说膝盖所谓的喷掉，就是踩出去之后，我们本来在这里嘛，喷掉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。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选择自己要不要负重。那如果说觉得好像不太会做，就先不要负重。来，第一个，然后蹬回来。2，记得在蹲下去的时候，膝盖不要往外喷掉，所以这边轴心脚踩好，然后这只膝盖不要往外喷。5、6、7、8、9。好，那我们做完右边之后，我们换左边，一样，来，1、2，那我们2只脚的脚尖都朝前，都朝向正前方，3、4、5，记得维持你的脚跟的水平，6、7。8、9，也是一样，尽量做到全蹲哦。10，好，来我们下一样，就是单脚跳。那我们主要练的东西是有点像敏捷。那我们在跳的过程中，你可以拿一些东西来做标示，然后你大概可以抓一下，中间、前后、左右，一共5个点。然后你在单脚跳的过程就是一只脚是抬起来的，这只脚尽量维持在空中，然后我们2只手可以帮忙稳定，然后也可以帮忙摆臂，然后帮忙跳。我们的重心尽量维持在这5个点的中间。然后你抓好5个点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就是像这样，1、2、3、4，像这样跳，前中，然后后中，然后右中，然后左中，然后这样前后左右全部都跳一次之后，我们一共要跳3轮，所以一共是12下。那12下是1只脚，所以我们有2只脚。就是我们在这个跳的时候，就不用跳到很大力，但是就是我们要去练习我们的脚踝。我们在跳的过程中，脚跟尽量不要落地。我们脚尖落地之后，做一点点缓冲，然后让脚跟接近地面就好，但是不要落地哦。然后之后再弹起来，所以就是跳弹跳弹。好，我们就开始哦。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 ，OK。好，我们在跳完的时候，就是可能脚踝附近会有一点点酸，甚至是就是前侧的小腿后侧都在酸，那这是很正常的。你在做爆发的动作，同时又在做刹车，那还在做缓冲，所以小腿很忙，会酸很正常。OK，
然后换脚哦，然后上半身记得要帮忙平衡哦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好，那我们做完这个，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小爆发的一个运动。那它比较多的是敏捷，而不是像刚刚的那种慢慢做的那种叫做肌耐力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就是要坐下来。坐下来之后，我们就是进入了核心的阶段。那核心虽然是我们是坐着，然后我们也没有比较轻松。核心第一个动作是棒式，那棒式大家应该都懂。我们等一下在做的过程中，就是记得手肘在那个肩膀的下方，然后这样子，我们等一下会这样子撑在地板上，然后我们双手是平行，然后朝着前面。然后我们在做的过程中，就是我们尝试去把手肘接近我们的下方，所以有点像是我们在做的过程有点把地板往内挤。先来预备的动作，好，预备动作就是像刚刚说的，手肘放在肩膀的下方，然后与肩同宽，然后我们的双脚并拢，然后伸到一定的距离，就是不要太不舒服，可以尝试让只有脚尖落地，那这也可以顺便练到你的脚趾头。然后在做的过程就是手肘有点往内夹，然后逼着我们的腹肌要出力。那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屁股这边一样要夹紧，所以不要让它松掉，就是变得翘屁股。然后屁股夹紧之外，我们的背也不能圆背，我们就是维持这样子一个腹背收紧的状态。觉得重量太重的话，你可以让你的膝盖落地，然后一样把重心压在前侧，然后这样子去做一个平板式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开始咯，45秒，加油！对，开始。5，肚子要收好，屁股要夹紧哦。10、15、20，记得我们的头，然后我们的屁股跟我们的脚跟要3点成一直线。30，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。35、40、15，好，我们就来下一个动作，侧棒式。好，侧棒式就是我们会分成左右两边。那我们侧棒式类似棒式的概念，我们一样维持3点一直线的那个想法，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有点像是在侧躺。我们有3个版本可以做，然后大家就可以调整自己的难度。靠地面的那一只脚的脚刀这一边会贴在地上，然后我们会这样子做。所以基本上我们是这样子，这个动作是标准的动作。然后我们的3点成一直线 ，OK。然后这边就是90度角，然后这边做一个适当大概75度角左右。好，那我们就是这只手维持在空中。然后我们的髋挺出来，有些人会做一做变成是这样子，变成是一个圆弧状，所以我们要尽量是打平的，这边是一条直线 ，OK。然后在做的过程中，就是假设这个太难的话，你可以把脚跟踩在地上，然后这样做。然后如果说刚刚的标准动作太简单的话，你的脚可以打开，这就是比较有难度的一个练习。好，然后我喘一下，然后我先换边做，做这个很累哦。好，那大家加油啊！好，预备，开始。然后记得我们的髋是水平，是一个垂直于地面，所以就不要往前倾或往后翻。OK， 然后要尽量维持在这里。15、25、30、35、40，最后5秒。好，大家 OK 吗？好，我们要换边喽。
那记得在做的过程中，就是视线都是朝前，不用再去看其他地方，然后用身体的感觉去让身体维持在这条水平上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也是跟刚刚的棒式一样，手肘有点点往内夹，然后让我们的阔背也参与这个动作。10、15、20，把髋挺出来哦。30、35、40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做完侧棒式之后，我们下一个动作是传式。传式的预备动作就是先躺着，然后脚是膝盖有点微弯，然后我们等一下是要做一个 V 字形，一个小 V 字形，就做起来是长这样。那如果说你的肌力够好，你可以做成这样，维持这个动作。啊，肌力不够好的话，你可以让你的小腿变成水平的，这样会比较轻松一点。然后我们就维持这样的状态，然后我们要做45秒。那在做的过程中，就是我们的背不要远背。不要为了就是要 hold 在这里，然后变成这样，然后你要尽量，你的膝盖跟你的胸口是维持一定的距离，然后不要最后变成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了。嘿，1、10、20，在做的过程中，就是会抖抖的，都是很正常的，因为你的核心在出力，然后平常又不会那么一直出力嘛，所以出这么大的力一定会抖。35，盯住哦，各位，40，最后5秒，最后5秒。OK， 好，那各位已经过了那个讲解的阶段，所以代表你们都会这些动作了。后面的2趟啊，在做的时候，都是把动作做完之后，我们一起休息10秒钟，之后我们再做下一个动作。那我们完成3趟 ，OK， 好，加油！来，第一个动作俯卧撑，跪姿跟正常的都可以自己选哦。然后记得掌根在你的肩膀下方。来，1，然后做45度角，2、3、4、5，眼睛看前方，6、7、8，身体打直，9、10。好，下一个动作，来，有拿重量的拿重量，手部侧举，来准备，10秒，好来，1，记得你的肋骨不要开掉哦，不要飞出去，2，收好你的腹肌，3，就算你没有也要做，4，让你的腹肌露出来，5、6、7，动作慢，然后稳定，8、9、10。好，然后下一个动作是弯举哦。1，放到最长；2，身体不要晃动；3、4、5，不要暴力上下哦；6、7，手肘尽量不要前后摆动，维持在一个地方。9，就是你，我在看你。10，好，休息10秒。下一个动作是深蹲哦。
来，1，记得高脚杯承重量，2、3，身体大概脚是开到一个与肩同宽，然后再开一小步的距离，5，然后侧面是要蹲到水平以下，7，然后记得背要打直，8、9，身体要稳定，10，OK， 好，侧步，然后蹬腿，OK， 准备好了，找到一个适当的距离，记得掌根要水平哦。1，膝盖不要喷掉；2、3、4、5，脚要跨到身体外侧哦。6、7、8、9、5、10，旁边一样，还有5秒，再能购物狂。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 ，OK。现在动作是前后左右跳，还有5秒，抓自己的空间哦。好，来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嘿，按脚。OK， 来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核心。第一个动作是棒式，还有3秒，手放到肩膀的下方。掌根并拢，腹背核心收紧，然后我们看正下方或斜前方，27、28、29、30。35，还有10秒。OK， 好，然后换侧棒式哦。还记得刚刚说的那些重点吧？就是髋要向前挺，然后不要收太多。来，开始，尽量维持身体的水平，难度自己调整。可以抬腿，不要抬腿，或是踩在地上。20、30、最后5秒 ，OK， 好，10秒钟后换标，还没结束，OK， 开始哦。
有蚊子，哎，抓到了。20，身体尽量水平。好，我这边是裤子松哈。35，剩下10秒，加油加油！4、3、2、1 ，OK。好，下一样，船式哦，船式。记得哦，先躺下去，让你爽一下，然后起来，维持这个动作，背要打直哦，不要再圆背了。15、30，还有15秒。40、5、3、2、1，好了，2趟结束了，那我们还有最后一趟。哇，我头发都乱了。OK。好，那我们趟跟趟之间可以休30秒，就是不要让自己压得太累，因为其实还是喘一下会比较好。大家记得要喝水哦。好，准备咯。来，现在伏地挺身，嘿，来10下，来走，1，看前方，2、3、4，记得45度角，5、6，腹背核心要收好，7、8、9、10，好，休息10秒，休息10秒。好，然后侧抬手，来走1、2、3，肩膀不要耸肩哦。4、5，配合呼吸。7、8、9，肋骨不要飞。10，好，下一样，二头的弯举哦，记得抓虎口哈。来，走，1，手肘尽量垂直于地面；2，手肘不要前后动；3，维持好一定的位置；4、5、6、7。如果觉得太重，你也可以随意拿一个很轻的东西，你也可以拿手机。10。OK， 好，上次的部分做完。好，等一下换深蹲。来，深蹲就是一样高脚杯。1、2，记得蹲到水平以下。我们这个叫做甜蜜点。有啊。7、8、9，重心抓好，10。好，然后侧胯部蹲，侧胯部蹬腿。来走，1、2、3、
4、5、6、7，掌那个脚跟要在同一条水平上哦。10，身体稳定。今天我买摩斯汉堡，来走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OK， 下一样是前后左右的单脚跳，来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然后换边哦，3、2、1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OK， 最后了，我们要核心了，还有4秒。第一个是棒式哦。记得手肘要往身体内部收，让你的阔背也帮忙出力，腹肌要收好，不要肚子垮下去，屁股要夹紧哦。20，正常呼吸，不要憋气。30，快了。40， OK， 好，等一下是侧棒式哦，还有5秒，来走，调整你自己的难度，头应该没有在外面。让你的身体下面接地的这一侧要保持水平哦。25、30， hold 着。40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。来，准备换边，快了，剩2个，你们快要度过这一晚了。10、20，身体保持水平。这边尽量 hold 着哦，不要离地越来越近。30、35、40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最后了，剩下5秒，好，传式，来走。hold 住哦，最轻松的哦。15，也可以尝试眼睛闭起来，挑战自己。你知道眼睛闭起来平衡感比较难。30，抖起来，快抖起来。
40，最后5秒，3、2、1，当当！恭喜恭喜！来，好，做完今天的练习了。今天简单肌力在家做的那个体能训练。最近疫情期间没有办法出去玩，那我们只好在家里一起练了。我也跟你一起做完了哦，你看我的汗，不是假的。那如果说有什么问题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啊。喜欢这样子在家练的影片的话，也可以跟我讲，那我可以想办法再多写几支，然后一起来，然后跟大家一起练。OK， 分享给大家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你辛苦，我也辛苦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哦，拜拜，拿球，拜拜。